做了一套微缩的魔兽英雄，然后这些地台还可以拼上。大家应该都看到过很多非常精致的光固化微缩模型，在微缩模型制作领域，光固化 3D 打印综合性价比和效果来说，在我心中就是最优选择。高精度、高速度是它的优势，像这些模型我放在同一盘去打印，也就不到1小时就都能打印完。当然后期上色需要一些功夫，之前我也分享过上色的小技巧。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玩。今天我们来分享这种微缩模型的制作流程。这次呢，想做一个怀旧主题。不知道在收看视频的你有没有玩过魔兽争霸？从初中开始玩 War 3，到大学5人黑打 DOTA， 现在还时不时拿出来打2把轻松一下。今天就用光固化来 DIY 一套微缩魔兽角色模型。尝试做微缩模型也踩过不少坑，今天整理了几个小技巧，希望你在尝试的时候可以一次成功。那可以先点赞收藏，有空试试。本次用到的设备是爱乐酷 4U 16K，16K 屏幕分辨率对于模型的尖角细节以及弧面顶部像素纹的减少会有更好的效果。首先在设备初步调试阶段，光固化打印机调屏一定要格外关注。调屏是玩过 3D 打印的玩家都知道的事儿，为什么我还要单独的强调一下调屏呢？就是因为你打这种大一点的模型的时候，即使这个底板不太平的情况下，那这么大的一个底座，它在反复打印过程当中，可能第一层不太平，但是第二层会把它给盖住，然后这样能够一点点的基本修复掉底面不平的状态。你看这个希尔瓦纳斯这么大的模型，当时在后处理的时候，底面有一点点问题，所以直接切掉了，都不影响它整体的外观。而当你把这么大的模型缩小到3厘米高的时候，那它底面的缺陷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最方便的还是选用带有自动调屏功能的设备。爱乐酷开机就会启动自动调屏模块，每次启动就完成了自动设置。数值也要选择更高精度的，这次用的是爱乐酷家的 8K 数值。可能有朋友会疑问，14K 的屏幕使用8K 的数值，那跟 8K 打印不是一样的吗？因为它上限就是8K。其实不对啊，这个 8K 只是数值的一个名字，代表高精度、高细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形容词，说明这款数值流动性更好，组成成分颗粒度更小，能打印出更多细节。因为之前屏幕的分辨率上限就是8K 了，所以以往这种高精度的手办，他们就默认这种数值叫做 8K 数值。而现在这个屏幕它又突破了，变到14K， 但是这种高精度的数值的名字就延续下来，还叫 8K 数值。各家 8K 数值标准也不一样，那具体每款数值打印效果怎么样，还得试试看。在切片设置过程中，找到合适的模型并微缩时，还要看模型能缩小的最小尺寸。比如我打印的12厘米高的恶魔猎手，想直接缩小打印时，可能的问题在于连接的部位也会同步缩小，以及各个细小的部位，比如打印出来的胳膊可能还没有支撑粗，导致后期很难拆出来。所以在尺寸的确定方面有2种选择，一是在建模软件里查看模型最薄弱的尺寸，以此来确定缩小的最小倍数。第二就是如果想更小，那就需要改模型，比如加粗胳膊的连接点或者改变造型，总之是不能直接闭眼缩放的。模型设置完就可以拖到切片软件中，这次用到爱乐酷自家的切片软件 Elego Satellite， 体验很好。像多个模型同时打印的时候，也可以做分盘，这样等待打印的模型就可以放到另一盘，选择要打印的盘来加支撑即可。10个模型一起打，因为光固化是分层曝光，同一层内不管摆多少模型，最终的打印时间只由最高的这个模型决定，所以尽量同样高度的模型一起打印，这样效率更高。打印出的微缩模型要用酒精清洗时，要比清洗大模型更仔细和彻底一些，因为小模型残留树脂液体也会被无限放大这个缺点。清理完之后，用紫外线灯进行2次固化，涂装得花点功夫。这么小的模型需要用到1000目以上的补土来喷涂打底，这样不影响表面细节，而且更好上色。接着用水性漆手涂，用0.8毫米笔锋的笔先铺个大色，再用0.8毫米的面相笔勾勒细节。目前做这5个角色，这里边其实小鱼人算个杂兵，但是在 DOTA 里边它算一个很强的角色，所以还是做了一个小鱼人。我给他们分别做了地台，配色也是 War 3里边这个颜色。那把它们放到地台上，看看最后效果。以上这些分享如果对你 DIY 微缩模型有些帮助，希望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那后续我会分享更多好玩的3D 打印相关内容，下期见。